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播客，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 Katrina。今天的中文播客只有我一个人，没错，没有其他的特别来宾。因为今天呢，我想跟你们分享我家今年的清明节传统还有发生的事情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什么是清明节？清明节是在每年差不多4月4号跟4月5号的时候，我们会在这一天扫墓。那什么是扫墓呢？扫墓就是我们会带着一些好吃的东西、好喝的东西，还有纸钱，这些东西我们叫贡品。然后我们拿着这些贡品到祖先的坟前，给他们贡品，给他们吃东西，然后烧纸钱，希望他们过世以后，在另外一个世界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吃，有钱可以用。那纸钱呢，就是过世的人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用的钱和现金。所以呢，清明节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拿着贡品和纸钱到祖先或者是过世的家人的坟前祭拜他们，然后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思念和尊重。那如果你是我的学生，你应该知道我的父亲在2年多前过世了，所以呢，今年清明节我必须跟我的家人一起去祭拜我的父亲，拿一些好吃的东西给他，然后表达我们对他的想念。那很有趣的是，在今年的清明节，其实不止今年的清明节，去年、前年的清明节也发生过一样的事情。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今年的清明节，我妹妹说她要回来家里跟我们一起去祭祖，去看我的爸爸。但是呢，我的妈妈说了一些让我们非常不理解，觉得很奇怪的话。首先是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去祭拜我的爸爸？因为清明节那一天会有很多人去祭拜、去扫墓，所以我们想要避开那个时间。然后我妹妹就跟我还有我妈妈在想，我们什么时候去看我爸爸，去祭拜我的爸爸。然后我妈妈就说了让我们觉得非常奇怪的话。我妈妈说，时间呢一定要在清明节的当天，或者是清明节以前。如果清明节以后再去扫墓，不行。我妹妹跟我都是有工作的人，你们知道有一些人因为他工作的关系，他可能没有办法在清明节当天或者是提早去扫墓去祭祖。如果方便的话呢，他们会在清明节以后祭祖。但是我的妈妈告诉我和我妹妹说，绝对不能在清明节以后去扫墓。我跟我妹妹其实觉得很奇怪，老实说，我觉得如果我们想念我们的爸爸，我想去看他，不管是在清明节，或者是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想要去看他，其实都可以，不一定要在清明节当天，或者是清明节之前。但是我妈妈很坚持，我妈妈说一定要在当天或者是之前去祭拜我爸。所以呢，我跟我妹就选择了在清明节以前去看我爸。后来呢，我上网查了一下为什么不能在清明节之后，因为我问我妈，她说她不知道，然后她说反正这就是传统，你们听我的就对了。年轻人，你们什么都不懂，你们都不懂传统，反正一定要在当天或是之前祭拜爸爸。然后我就在网络上面查了一下，说，为什么不能在之后祭祖
原来在清明节之后，如果你去祭祖拜拜，那就代表你不尊重你的祖先，因为你超过时间去看他们，代表你不在乎，你不尊重他们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可是我自己是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现在的人工作都很忙，如果我们真的很想念我们的祖先，或者是想念我们去世的家人，其实我们可以随时去看他们，随时拿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，随时去跟他们说话，就像他们还在的时候，他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去找他，我们去跟他聊天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就听我们妈妈的话。然后那一天来了以后呢，我妈妈就说，其实啊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些人如果更传统的话，他们在清明节拜拜祭祖的时候是会挑时辰的。什么叫做挑时辰？挑时辰的意思就是选择一个对的时间，时辰就是什么时间的意思。所以有一些家庭，他如果更传统，他甚至会挑时辰去祭祖。也就是说，你一定要在特定的一天、特定的时辰、时间去祭祖、去扫墓，这样才行。我自己觉得这真的是还蛮荒谬的，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忙，工作很忙，谁有时间在规定的日期、规定的时辰去扫墓？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夸张了。不过还好，我妈妈没有那么夸张，所以我们就是在清明节之前去扫墓。然后呢，我妈妈在去扫墓的路上告诉我妹妹说，你呢已经结婚了，你已经嫁出去了，按照传统你是不能回家扫墓的，因为你已经嫁出去了。但是你今天回来扫墓也没有关系，不过一定要记得，你在扫墓的时候呢，你在拜拜的时候一定不能拿香。我们在拜拜的时候呢，大部分我们会拿香，然后祭拜祖先。那我妈妈告诉我妹妹，因为她已经结婚了，她已经嫁出去了，所以她在祭祖的时候，她不能拿香拜拜。然后我妈妈说了一句有趣的话，她对我妹妹说，你最好不要拿香拜爸爸，这样子对大家都好。我跟我妹妹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觉得很奇怪，什么叫对大家都好？为什么我妹结婚了，她就不能拿香拜拜？她不拿香拜拜，这个叫对大家都好。然后如果她拿香拜拜，这样就对大家不好吗？哪里不好？我真的听不懂。我跟我妹妹呢都是一头雾水，觉得我妈妈不知道在说什么东西。反正我们就觉得我妈妈很奇怪。后来我就问我妈妈，为什么妹妹不能拿香？为什么她不拿香对大家比较好？然后我妈妈就说，这是传统啦，你们不懂。我觉得我妈妈常常在一些节日、传统节日的时候，讲一些习俗，要我们遵守，要我们听她的话，然后照着传统做事情。可是我们对于一些习俗或者是传统有问题的时候，我妈妈也回答不出来，她只会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就是传统，你们听就对了，不要问那么多，跟着我们做，跟着老人做，跟着传统做就对了，不要问那么多问题。如果我对于传统和习俗有太多的问题，我妈妈就会觉得很烦，然后会觉得我在忤逆她，或者是我在反对她。
但是其实我不是要反对它，只是我觉得有一些传统跟习俗听起来真的很愚蠢，而且很不方便我们这些在工作的年轻人。所以我想知道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原因，我们一定要遵循这些传统吗？但是我妈妈回答不出来，她就说反正你就照着传统做就对了。我有时候觉得我妈妈对我的误会还蛮深的，她常常觉得我是一个不听话的小孩，不尊重传统的孩子。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有独立思考的精神，我会独立思考，我才会问为什么，我才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华人有这样的传统。当我妈妈回答不出来，或者是要我们闭嘴，不要再问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很失望。当然现在有了 Google 有网络，我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查为什么我们台湾人有这样的传统。所以呢，我就在网络上面查了一下，为什么结婚的女人不能回家扫墓。那 Google 的答案告诉我，他说结婚的女人就是嫁出去的人，她不再属于原来的家庭，她已经属于了婆家的家庭，或者是夫家的家庭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女人，你结婚了，你就不属于你的原生家庭，你不属于你家的人，你换了一个家庭，你就是婆家的人，或是夫家的人。什么是夫家？什么是婆家？夫家就是你老公、你先生的家，你是你老公先生的家庭的家人。什么是婆家？婆家就是婆婆的家庭。什么是婆婆？婆婆就是你先生的妈妈，就是你的婆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台湾的女生结婚了，她就是婆家的人，她的妈妈，新的妈妈就是她的婆婆，所以婆家就是她新的家庭，夫家也是她新的家庭。既然一个女人嫁出去了，结婚了，她就不应该回到她本来的家庭。所以嫁出去的女人是不可以回来扫墓，不可以回到她本来的家庭扫墓。我觉得这个超荒谬，当我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，超级无敌荒谬。这还没完哦，如果一个嫁出去的女人，她回家扫墓的话，这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。什么是不吉利呢？不吉利的意思就是会带来坏运，会让一个人倒霉的意思。在华人的传统或者是台湾的传统里面，常常会告诉你，你应该做什么，你不应该做什么。如果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，那就会不吉利，你就会遇到倒霉的事情，你就会带来不幸。我觉得这个超好笑，意思就是说，我妹妹她结婚了，如果她回家去看我爸爸，祭拜我爸爸，那她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这就是不吉利。你不觉得这个超级荒谬的吗？而且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。但是如果我今天把我真正的想法告诉我的妈妈，我妈妈一定会觉得我真的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，为什么我又要反对他？为什么我又要反对传统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台湾的老人会这样，只要我们年轻人觉得一些传统或者是习俗已经过时了，或者是不合理，没有科学根据，我们只要把自己心里面的想法说出来，我们的爸妈就会觉得
我们是在反对传统，我们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，忤逆传统的年轻人。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。大部分的时候，只要遇到传统的事情，我跟我的妈妈想法不一样，通常我还是会表达我自己的想法，让我妈妈知道。但是如果我觉得事情不严重，或者是我觉得无所谓，我还是会听我妈妈的话，因为如果照传统做事情会让她觉得比较舒服的话，那我会选择让我妈妈感觉比较舒服。但是如果有一些传统或者是习俗太荒谬，或者是太夸张的情况，我就会坚持我的想法，我不会听我妈妈的话，虽然我妈妈可能会不高兴。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就是，现在呢，其实很多台湾人他们都是火葬，不是土葬。以前比较多台湾人呢，他们去世以后是土葬，那现在呢，大部分的人都是火葬，包括我的爸爸。所以呢，我爸爸其实是没有坟墓的，我们也不需要真的去扫墓。我爸爸在火葬以后，他有一个骨灰坛，然后我们把他的骨灰坛放在灵骨塔，所以在清明节的时候，我们会去灵骨塔那里祭拜我爸爸，去看我爸爸。我们不需要真的做扫墓这个动作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播客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们听了这个播客有什么想法，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另外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，就是呢，最近我想要多开一些中级以上的中文小团班。我想要利用我做过的这些播客，当作是团班的教材，跟中级和中高级的学生一起讨论我播客的内容，来帮助学生提升他们的听力跟口说，让他们能够非常流利的表达各种不同的话题。如果你对我的播客有兴趣，然后想要加入我播客小团班的话呢，你可以写信给我，我会把我的信箱放在资讯栏下面，或者是这里，你可以随时联络我，告诉我你对我的播客讨论小团班有兴趣。好啦，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